糟了，师傅回来了。君宝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在这儿，先躲起来啊。在这儿。君宝，我上来找你啊！我下来了。我上来找你。我下来了。我上去。我下来了。上去。我下来了。哎呦！天才刚刚黑，这么快就开饭了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要赶我走啊？我刚才让你去担水，你怎么又跑回来了？你想偷懒？哎呀，担水这事儿我怎么都忘记了。你这么年轻，这么坏的记性，没出息啊！真是没记性，我马上去担水啊。我想起来了。天网恢恢，怎么样都跑不掉啊。快要下暴雨了，冻坏了可不行，你带着把伞吧。谢谢你啊。下大雨？记成昨晚了吧，傻大哥。这家伙到底把岳飞的遗物藏到哪里去了？我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。一下子记得叫我担水，一下子又叫我砍柴，砍完之后还记得叫我煮饭，煮完饭还记得叫我刷碗，结果什么事都是我做完了，耍我呀！怎么整晚都没有见蓉蓉姑娘啊？我在呀。你在干什么啊？我在换衣服。不好意思啊。站住！什么事啊？帮帮忙。你换衣服，我可以帮什么忙啊？我脱一件，你帮我拿一件。啊？有这种事啊？来吧。帮我拿着腰带，帮我拿着外衣，帮我拿下内衣。啊？连内衣都脱了，那不就……君宝，我的手被蚊子咬了，很痒的，你帮我抓一下。这里呀，再上一点，再上一点，再上一点。废里勿听，废里勿言，废里勿杂，肉搏相见，死的人多啊！谁跟你肉搏相见呢？我还以为有什么呢。神经病！人家里面本来就是穿了衣服的。这里的蚊子真的很多呀。哎呀，这儿好像又被蚊子咬了一口。你不能帮我抓一下呀？你自己不会抓呀？人家喜欢你帮我抓痒痒嘛，行不行啊？不行不行，早点睡吧，你睡床，我打地铺。你这傻小子，一点都不解风情。哇，他怎么睡得那么夸张啊？怎么会睡觉睡到我隔壁来了？他那么喜欢睡地下，哎呀，那我就不客气，我要睡床上了。
还很有精神。依然很有精神。还是很有精神。还没到火候。没到火候。没到火候。到火候了，一躺到床上就睡得着了。哎呀，君宝，你去哪里了？弄得满头大汗。看不到，听不到，闻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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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君宝，听不到，闻不到。看不到，听不到，闻不到。君宝，听不到，闻不到。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？浑身湿透，睡觉会生病的。不如我帮你把衣服脱了吧。看不到，听不到，闻不到。看不到，听不到，闻不到。我帮你擦擦干净。看不到，听不到，闻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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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君宝，君宝，君宝，君宝。君宝，这么快就睡着了？怪不得我找遍了大江南北都找不到张君宝的下落，原来这个臭小子藏在了少林寺。好，思荣，这次办得不错，不枉我对你教育的一番苦心。思荣不敢鞠躬。这么说，你已经把岳飞留下的遗物查到了？我几次对那小子旁敲侧击，可是他总是把话题引开，所以还没有查到。你不是说所有的男人都逃不过你的美人计吗？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查到的。哎，不用了，你已经办得不错了，剩下的事情就留给我来办。我想出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，到时候我会让少林寺乖乖地把张君宝给我交出来。少林寺高手如云，不是好惹的。我不会亲自出手的，我会借一把刀来杀这个人。借谁的刀？天下武林人士的刀。到时候我会联系西域三魔，让他们在江湖上散布消息。我就说少林寺想独吞岳飞留下来的遗物，就藏在他们的藏经阁里。明剑山庄和武林人士肯定不会袖手旁观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坐享其成，也许易筋经就成了我的囊中之物了。啊！一大清早上哪儿去了？没什么，我是觉得天气晴朗，出去走了走。那你用不着飞檐走壁啊！不要以为自己功夫好，一个女孩子在少林寺走来走去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多谢了，君宝阿婆。啊，你干什么？有没有闻到啊？香不香啊？知道是什么香吗？白粥香啊！快吃吧，不然待会儿那个傻和尚一回来，你就吃不成了。你干嘛拿着碗看？在想什么？吃不惯啊？我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粥了。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家常粥。
吃吧吃吧吃吧，快点吃，吃吧吃吧吃吧。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夸张啊！是吗？是啊，睡得掉到地上来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你是个女孩子家，人也不错，样子也不差，戒掉这个坏习惯，你还要嫁人的，知不知道啊？看不出，你还挺会替人着想的。我以后会注意了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有没有易前辈的消息啊？为什么要提起他？其实呢，虽然他是有点烦人，但是他对你的感情还是认真的，所以你应该珍惜。人家不是常说依靠张君宝不是啊，一求无价宝。难道有情郎是不是？是啊。我就是宁愿跟你在一起，也不要和他在一起。不行啊，你不要乱开玩笑，我跟你以前是好朋友嘛。我也是说笑而已，你不用那么认真嘛。说笑你也不能拿这个来讲啊。还是那句话，你是个女孩子家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是正人君子了，我也不会再跟你开玩笑了。我走了。这么快啊？多住2天嘛。我有事情要办，江湖险恶，你要多保重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啊？哦，我很喜欢。哦，我要走了。突然来这么一下，也要给人家做一点心理准备嘛。你的粥很好吃，谢谢。爷爷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么着急的找我？江湖传闻，张君宝藏身于少林寺之中。少林寺？他怎么会在那里？听说岳将军遗物也在少林寺藏经阁里面。那少林寺为什么要把遗物据为己有呢？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。岳将军遗物一事事关重大，我想你去少林一趟，查个明白。倘若属实，必定要少林寺讲清楚。可他们如果不承认遗物在他们手上，那该怎么办？少林乃武林泰山北斗，我想他们不会的。万一有错，一战在所难免了。凤儿，你要小心呐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为了抗金大业，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日子差不多了，是时候了。爷爷，你让我去。好，你跟我走。爷爷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从来没有来过？你当然不知道啊，这是历代庄主闭关练功的地方，除了庄主谁都不许进来。上去吧。爷爷，我现在要传给你毕生的功力。爷爷，这怎么可以？别说话，集中精力。爷爷，记着。我张某今天把这么多江湖朋友请来，就是为了一件事情，一件关系到民族、关系到国家的大事情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张家出了一个张君宝，一个杀父大逆不道的张君宝。听说他现在身上还藏有岳飞先生的遗物，不过还好，我已经找人打探了，他就躲在少林寺的藏经阁里，怪不得我到哪儿都找不到这个臭小子。如果属实，我们就跟少林寺要人。对呀，除非少林寺他想独吞岳将军的遗物。哈，我们张家势单力薄，我们哪有本事跟堂堂的少林寺去要人？我张某真是进退两难呐。除非什么？张兄不妨直说。除非我们能请到天下第一山庄名剑山庄的帮忙，再加上各位朋友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到少林寺去要人。那就上名剑山庄请义庄主出来说句公道话。为了武林正义、国家荣誉，我们一定支持。对，我们支持。好，我们明天一早就到少林寺。谢谢，谢谢。
爷爷，爷爷，你不值得为我这样耗尽内力。我老了，命不久矣，抗金大业要由你们去完成的。疾风谨记爷爷的教诲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像你二叔一样，为了一个女人断送了前程，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。江湖流传，岳将军的遗物在少林寺内。我想，你去少林寺走一趟，以我传你的内力，应当足以助你去少林防身之用。你在这里再待上3天3夜，把你我的功力融合在一起，就能创造出至高的力量。晚辈张启乔拜见易老庄主。今天是什么风啊？怎么来了这么多客人呢？晚辈同武林同道一起跟老庄主来请安来了。有心了，不如开门见山吧。庄主果然是快言快语。我们这次上山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要求明剑山庄出来代表武林到少林寺要求教人。教谁？我的侄儿张君宝，他师父出走，听说就躲在少林寺。那是你们张家的事，干嘛牵涉到我们明剑山庄呢？老庄主此言差矣。一，张君宝弑父出走，有耻武林威名。明剑山庄既是武林盟主，应该出来主持正道。二，张君宝身上携带的是岳飞身上的遗物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能落在一个毛头小子手里保管呢？对，太不公平了！对，太不公平了！他们是冲着岳元帅的遗物来的，想分一杯羹啊！还有三，少林寺可能想独吞岳将军的遗物，所以请明剑山庄一定要出来主持正道。讲得好，有道理。不过老朽早已不过问江湖事了，庄主一位已经移交给孙儿易继风了。那就请易少庄主一起共商大事吧。他不便见客，恐怕是推脱之词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原来明剑山庄只是浪得虚名，所谓天下武林第一庄，只是藏头露尾巴。放肆！我讲错了吗？各位武林同道也是有目共睹的，明剑山庄已今非昔比了，真是可惜可惜呀！好啊，是否浪得虚名，那就武功上见真章吧。前辈如肯赐教的话，晚辈定当奉陪。只不过前辈的辈分比晚辈高一点点，如果是1对1的话，恐怕有点对长辈不太敬意吧。哼，那你们就一起上吧。喂，师傅，我们是不是来踢馆的？嘘，小孩子别乱讲话。怎么了？没有人敢上来吗？老庄主，我们是来请明剑山庄主持公道的，我们也不是来挑衅。我想各位武林同道跟我的意思也是一样嘛。刚才话说得满满的，现在却畏缩了。老庄主，你看，我们这一来就是几十个人，这样也不太公平了嘛。要不这样好吗？我就请泰山派帮主，还有聚经派掌门，再加上青龙门门主，加上晚辈我们4个人一起跟老前辈切磋一下。哼，好吧。谁在我山庄清净之地撒野？哦，好厉害的轻功啊！我看全场能打过他的，没有几个人。爷爷，这帮是什么人？乌合之众，到我们明剑山庄来捣乱的狐群狗党。哼，那就不用客气了。这位一定是明剑山庄的易少庄主了。不错，你想试一下我们明剑山庄的武功吗？让我看一下明剑山庄是不是浪得虚名。
请借剑一用。少庄主，还不出手？谁还想来讨教一下？少庄主的武功果然是了得，这明剑山庄果真是名不虚传。我们本来想请明剑山庄带我们到少林寺讨回公道，没有挑衅之意。刚才老庄主说少庄主不想见我们，所以产生了一点误会。既然少庄主已经来了，我们可以从长计议，共商大事嘛。我们明剑山庄向来为江湖武林主持公道，名垂百年。这次你们既然让我们来主持公道，当仁不让。季风，明天你带大家去少林寺一趟。好，明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出发。这剑名叫绝命，是你爹用过的剑，我一直收藏着。今天它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我们明剑山庄几十年来名动江湖，号称武林第一，代代人才辈出。可是到了你爹这一代，还没来得及闯出名堂来就死了，使得我们明剑山庄名声渐渐的沉寂了。明剑山庄每一代主人都有一柄自己的剑，每一柄剑都是上一代给下一代的。本来你也应该有一柄，可是你爹英年早逝，来不及给你做定一柄，所以你还没有自己的剑。这一柄绝命，也就是因为你爹的早死而没有用武之地。唉，为了你爹，为了明剑山庄，为了这柄剑，你这次到少林一定要闯出个名堂来。爷爷，我怕辜负了你的厚望。你说什么？责任重大，我怕担当不起。你是明剑山庄的传人，明剑山庄的传人天生出来都是天下第一的强者，从来不会畏首畏尾的。可是爷爷，这次你跟我来。你看见这8把剑了吗？明剑山庄的历代先辈都在为你打气，你还怕什么？看个相。请问这位仁兄，你想看什么？看看这次上少林有没有便宜赚。去少林有便宜赚吗？当然了，要不然去那么多人干嘛？这些人都是去少林的。对呀。喂，你们那么多干嘛？这最基本的资料我要先知道一些。人多人少会改变你附近的气场，也会改变你的运气的。那你说清楚，到底想问什么？我想问一下，这些人到底是捡什么便宜啊？我们去找一个叫张君宝的。你说什么？张什么？张君宝，这也有关系啊？喂，上次一天行的味道怎么样？你最好不要乱说。干嘛呢？说来听听。一天行上次已经到了我嘴边，都是我们的秦大小姐坏了我的好事。怎么，我们秦大小姐跟红姑抢男人？我懒得和你们说这些无聊的事。喂，要不是你的话，上次一天行已经是我的人了。
你们几个在说什么？虎哥，师傅，虎哥，这次找我们来有什么事情？这一次我们要到少林寺去找张君宝。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找张君宝了，他们是明争明抢，我们是暗地里。我已经打听好了，张君宝就躲在少林寺的藏经阁里。藏经阁是少林重地，不管你明来明往还是暗里偷袭，都不可能让你混进去吧？平日里倒没有这个可能，不过我们可以悄悄的，也许有这个机会。好啊！少林寺藏经阁藏宝无数，除了张君宝这一宝之外，还有很多的武功秘籍，正好我们可以顺手牵羊偷他1、2本回来练一练。这任务就交给我吧，还是我比较妥当吧？你们几个就不要争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一个人进藏经阁就可以了。你们听思荣的安排，打扮成江湖人士，到时候见风使舵，煽风点火。现在可以出发了，一级风已经快到了，如果再不出发，我们恐怕来不及了。是。思荣，你留下，我有事要问你。什么事？他们刚才说你跟红娘抢男人是真的吗？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说过我们这种人是不应该有感情的吗？好，知道就好，万事要小心。是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方丈，大事不好了！出家人戒贪颠持，什么是大惊小怪？少室山下来了一批武林人士。少林寺千年古刹，武林人士不时会前来探访，有何不妥？他们不是来探访的，说要我们交人，否则就要烧寺。立刻传各堂首席前来商议。是。在下明鉴山庄易继风，和众武林人士前来拜见少林寺玄智大师。敝寺简陋，未能接待各位，不知各位所谓何事？小僧可代为通传。此事非同小可，我们一定要和玄智大师当面商谈，请诸位让一下。易施主留步。本寺乃清净修养之地，本来就不允许外人进入，但因我佛慈悲，而且朝廷颁令，本寺才接待游客及上香信众。众位来此并非进香，亦非旅游。哦，那言下之意就是不让进喽？来意不明的，本寺一概不接待。如要硬闯，只有依本寺规矩，先由本寺罗汉堂众师兄接待。怕什么？我们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跟他们拼了！请稍安勿躁。我们这次来不是来打架的，是来讨回公道的。不知施主所谓的公道是什么？听说少林寺里藏着得到岳飞遗物的张君宝，我们这次来就是来找张君宝，问他讨回遗物的。施主可能弄错了，本寺从来不招待外人，应该没有施主所说的张君宝这个人。我们这次是远道而来，不能因为你一句话就以为没有事情发生，就以为不了了之了。那施主想怎么样？刚才我已经说过，我们要和玄智大师当面相谈。那也只有依本寺规矩，请各位先行卸下兵器，分为5人一组入寺。我们不服，为什么要依你的规矩？不服！对，施主未免欺人太甚，动手！收队！诸位别冲动，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不要打了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哎呦，嘘，干嘛呀？我跟甲虫聊天呢。甲虫，我都不会，你会啊？哎，那不会才学的嘛。我没有教你，你怎么会啊？哎，我这个人很聪明嘛，我会举一反三。你教给我怎么跟动物沟通，甲虫也是动物啊，一样吗？哎，你说一样就一样啊。哎，哎，你来找我什么事儿？还是那2件事，一是教我几招，2是找飞龙将军。飞龙将军，飞龙将军，吃饭了没有啊？飞龙将军。啊，哎，你怎么那么小？是少林寺的伙食不好吧？吃素是长不大的。你们看，我们都吃素的，你要学会吃肉。阿弥陀佛。哎，你怎么不讲话呀？哎，你说话呀！傻了，真的傻了。哎，你好烦人呐！你不会拿一本经书去抄经啊？又抄经书？
你抄一本经，我打功夫给你看。马上去啊！方丈，他被山下的人打伤了。他们让我们教什么人？张君宝。张君宝。张君宝是谁？我们已经说了，少林寺只有出家人，没有其他的人，但他们不信，硬说我们窝藏了张君宝。雪峰在，你率领罗汉堂弟子出去会他们一回。是，谁是他们的带头？明剑山庄的易继风。啊，师兄，明剑山庄，非同小可。雪峰在，你要务必小心，以和为贵。是。挑一本薄一点的来抄《孙子兵法》。藏经阁为什么会有《孙子兵法》？鹧鸪仔，你大哥我好惨呐，被人给耍了。你不走会更惨。你现在跟一个很危险的人物在一起，随时都会没命的。快走啊！哪个？那个傻大师。何以见得？还有铁咒。不懂。铁咒就是刀叉剑戟。你现在跟一个很危险的人睡在一起，他趁着你睡着的时候捅你几刀，你不就没命啦？还是不懂啊。皮咒。那又怎样啊？皮咒就是指皮鞭。他在你睡着的时候，不但砍你，还拿鞭子抽你几鞭。哎，越说我越不明白了。不信的话，打开那边那个木箱看看。铁甲、皮、盔甲、令牌、飞龙将军，住手！住手！明剑山庄果然名不虚传。大师是罗汉堂护堂亲自教。师傅，这么快就抄好书了？不是，阁楼上的盔甲是不是飞龙将军的？飞龙将军？谁是飞龙将军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说你认识他呀？我讲过。你没讲过吗？那我忘了。不过飞龙将军这个名字不错，咱们把他给甲虫吧。嘿嘿嘿，管你叫飞龙将军，飞龙将军，飞龙将军，他是飞龙将军1号，我找的是飞龙将军2号。想想啊，飞龙将军，飞龙将军走了啊！飞龙将军走了！飞龙将军走了！师傅，师傅，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，师傅，师傅，行了，师傅。我现在教你罗汉拳。我没要你教我罗汉拳，我问你飞。罗汉出动！罗汉伏虎！罗汉抱月！在下明剑山庄易继风，拜见少林寺方丈大师。好厉害的内力！看来今天这场恶斗难免。各位师弟，随我出去。是。
在下明鉴山庄易继风，前来拜见少林方丈大师。老衲玄志不知义施主驾到，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。不敢。早闻少林寺威名千年古刹，武功天下第一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不同凡响。天下第一从何说起？在义施主面前，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。方丈大师，此话怎讲？刚才在少林山下，义施主连拜我少林弟子武功出凡入圣，明鉴山庄才算得上名不虚传。不知义施主这次到来，是为了切磋武学，还是有别的事情？如果要是为了切磋武学，那么义施主的目的已经达到。这几天正是本寺的休课期间，不好招呼各位英雄，还是改天再来吧。大师，我们这次来是要找一个人。少林寺无世俗之人，都是修佛学佛的僧人，我们还要静坐达修，你们找错了地方。我们要找的人是张君宝，他不是少林僧人。少林寺正在休课期间，不会招待外宾，你弄错了。大师，这里来的武林人士有很多，我不能因为大师您的一句话就以为没有事情发生，就以为没有这个人。就算我同意大师您的说法，在场的诸位，他们能同意吗？义施主，那么你想怎么样？我们要进寺搜查。少林重地，岂容你外人打扰？明鉴山庄虽然是名不虚传，这样做也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？那大师，在下只能失礼了。罗汉洗脸。罗汉拳招式朴实，要配以雄厚内力，才能发挥无比威力。我在传你内功。追！是！师父，我很难过。师父，我很难过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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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
师傅，放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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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还不让路啊？各位大师，请让开一步。站住！易施主，你要适可而止。藏经阁乃是本寺禁地，那里的经籍、佛经都是无价之宝，就算是寺里的僧人，也不可随意进入。
还是请义施主和各位英雄移御步到别处吧。那在下一定要进去搜查怎么办？请义施主见谅，没有看守藏经阁成空师弟的同意，任何人不可以随意出入，就算是老衲我，也不可以随意进入。哦，这就是说，只要我能得到成空大师的同意，我就能进入藏经阁，对吗？成空师弟从来不见外人。好，看来今日我一定要破一破例。成空大师，在下易疾风求见。成空大师，在下易疾风求见。出家人不可妄语。看来你们根本没有什么成空大师。莫非，大师你在戏弄在下？我看今日这藏经阁，在下是闯定了。什么人在外面乱叫喊？成空师弟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，找我要干什么的？这位一定是成空大师吧？你是谁呀？刚才乱喊乱叫的是你吗？正是在下，在下是明剑山庄易疾风。明剑山庄易疾风没听说过，不认识。成空师弟一直潜心修佛，对江湖事从不过问。易施主，你是江湖的后起之秀，所以不认识你，别无他意。那你快走吧，别挡着我跟飞龙将军聊天。飞龙将军？你认识飞龙将军？你跟他聊过天？我不认识他。那就走吧，那就走吧。哎，大师，我要进藏经阁一看。你是少林弟子吗？你脑袋上长的那些乱七八糟的，啊，看起来就不像啊。是，在下的确不是。非本寺弟子不得进入藏经阁。大师，我非进不可呢。非进不可。那就进吧。慢着，成空师弟，我少林寺自唐代建立以来，已立下清规戒律，非本寺僧侣不得进入。师弟，你要坚守藏经阁。那就不要进了。那我一定要进去呢。不要进了吧。我一定要去。一定要去？怎么办？江湖规矩，以强者胜。如果大师不让我进去的话，我们只能比试一下。如果在下侥幸得胜，那就请大师让开一步，高抬贵手。如果在下输的话，在下就会立即离开少林寺。怎么样？不要强人所难。我师弟他从来不会武功。哎，武功我会啊，我会。好，大师，那就请赐教吧。啊，等一下，大师，忘了武功了。怎么打？怎么打？大师，不要再戏弄在下了，出招吧！快爆炸了！张君宝，你现在一定觉得浑身是劲儿吧？好，那你替我去打，我去找飞龙将军。
这小沙弥是谁呀？他怎么会本门罗汉拳？内力雄浑，果然厉害，可不知兵器上的功夫如何？接令！易施主，胜负已分了吧？我愿赌服输。我现在就离开少林寺。什么愿赌服输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赌过？你的确胜我。我为什么要跟你打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现在要打的不是他，是我。易前辈，叔叔，等一下再说，等我把这个小子打败了，维护住我们明剑山庄的威名再说。看招！还要打？好小子，进步挺多的嘛。前辈成啊，还打不打？嗨，我都输了，我还要打呀？没有啊，你没有输啊。哎，你刚刚跟我的侄儿打，我才跟你打，我已经占了便宜啊！再加上我可是成名武林数十年的前辈，你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后辈，我跟你打平手，我当然输了。事实上你没有输，再打呀！哎，你别怕嘛，你今天啊已经连赢了2个明剑山庄的高手，以后啊很多人要跟你挑战了，你不怕没有架打的？易施主，刚才你已经答应老大，只要有少林弟子能够击败你，你就和大伙儿一块儿离开少林寺。现在时候不早了，请你们稍用斋饭，赶快下山去吧。嗨，我从来不吃斋的，我们走吧。小师傅，请留步。你跟他们有仇是不是啊？不是啊。那干嘛一个给你这种脸色看呢？哎，小二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倒酒，倒酒，倒酒！真是奇怪啊！我以前跟你们，我觉得他们对你很尊敬的，是吗？不是吗？叔叔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问我问题了？我现在真的很烦呢。倒酒，倒酒，倒酒！倒完酒之后呢，我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我就要走了。好，什么问题？秦姑娘在哪里啊？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还在想，我为什么会输。我给你气死了！你像个呆子一样，打输就打输，什么了不起嘛？啊，输给张君宝这样的高手也不丢人，我不过跟他打个平手而已嘛。其他人要怎么看呢？随他们去看。如果你真的在乎啊，就用实力证明他们看错。瞧你现在这个样子，那老头是怎么教你的？一点点挫折都受不了。以后出去外面别告诉人家是我一天行的侄儿。倒酒。对不起，叔叔。对不起。我跟你说啊，除了对心仪的女孩子之外，别随便跟人家说对不起啊。
男子汉大丈夫，一天到晚说对不起，怎么出来江湖混呢？啊，常常道歉的人呢，只有2种，一种是超级大花筒啊，这种人呢是为人所不齿的，呸；另外一种人呢，就是常常做错事，这种人是白痴，记住了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哎，你真的不知道秦红霞在哪里啊？哎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好吧，我出去找一下啊，待会儿回来再找你啊。嘿，飞龙将军，飞龙将军，嘿。张君宝，你听着，老衲与本寺长老经过反复讨论，对你以前所做的事，要做处理。我知道，今日我代表少林出战，打败来犯敌人，为少林立下大功，也为少林寺扬名天下。你要论功行赏，封我做什么堂什么堂什么堂主吗？我心领了。荒唐！什么堂？我没有听过。大殿之上不能胡言乱语，本寺长老决定一定要处罚你。我没有听错吧？本寺武学向来都是循序渐进的修炼，少林弟子都要正式拜师，先到罗汉堂，由罗汉堂主持亲自评定该学哪种武功，然后再分配到各堂去修炼。如果未经罗汉堂主持亲自评定习武的人，一律按偷学我少林武功论处。我没偷学，是成功大师教我的。我师弟只负责看守藏经阁，不能擅自教授武功，他也要受罚。不知者不罪。知你都可以说不知，少林寺戒律已有1000年历史，不能违例。可以，欠债还钱。杀人偿命，我是学了，要罚就罚。先把张君宝用粗绳绑上。不用绑啊，我站在这里让你打。我们要把你毕生所学的全部武功废去。废我的武功？那我岂不成废人一个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！废他武功，让我来！成空大师，师父在教你一招金钟罩。各位师兄，请你们手下留情，放了张君宝。成空，你在藏经阁监管不力，同样也要受罚。来人，把成空抓起来！君宝，下山后好好做人，以后不要再回少林寺。钟师兄，我愿受罚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。阿弥陀佛。